大家好，我是花散里，在日本黑企中担任中间管理层。劳动协议虽然卡了36协定的底线，但是又有几个中间管理层不是超长无偿加班呢？每周拼命工作60个小时，还要被骂得狗血淋头。最近听说 IT 行业又出了个新流行词，好像叫日式996什么的。身为中国人，简直是光是听到就已经生理不适了。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不用工作也能赚钱的办法。就在这时，我刷 YouTube 时看到一支影片，理财导师教你3个小时赚打工3天的工资。我想都没想就点开了，说实话，感动到了。导师说的没错，重要的是先做起来。很多事情不开始的话，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从繁重工作中脱离出来，才能让自己的大脑清醒过来。其实我本来就很会赚钱，只是被工作给毁了。能说出这么有智慧的话的 YouTuber 一定不简单，这好像是他的引流账号，他的主业好像就是带大家一起在 FX 市场上赚钱。这次真的是遇上机会了，这样想着我直接找了退职代行，第2天就不去公司了，并且让代行帮我送了一封信给上司。第2天我就开始跟着那个 YouTuber， 不对，是跟着导师一起炒外汇。导师推荐我用蓝色的那个日本市占率最大的 FX 交易平台之一，还有前辈手把手教我怎么开户。导师的 LINE 群大家都很热情，说话又好听，气氛超棒的。总之先拿10万日元简单开个3倍杠杆试试水，居然3天就赚了5000日元，我果然是天才。从这一刻开始，我决定把所有社交账号的 ID 都改成 FX 战士花散里，幻想着不久的将来就能财富自由。我断断续续投入了100-200万日元，刚开始的那几天简直是爽到飞起，每天打开手机一看账户余额，只要看到数字一直在变大，我就能笑到合不拢嘴。然而命运总喜欢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突然给你一脚。有一天我心血来潮，一次投入了200万日元进账户，结果钱打进去的当天晚上 FX 平台就无法登录了。我质问蓝色公司，但是对方说我从来没有注册过他们的 FX 平台。我心感不妙，赶紧联系导师，结果已经被踢出了群聊，导师的邮箱也已经注销了， YouTube 频道也把我拉黑了。这时我才发现，导师的频道下面偶尔会出现一些骂他的评论，但是没有过多久就会消失。曾经那些引发我共鸣的话，甚至是整个影片的文稿，也都是抄袭自其他专业财经 YouTuber。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可能被一个在红灯区拉皮条的小黄毛骗走了300万日元。虽然报了警，但是警察说看聊天记录，当时给我虚假链接和提示我关键操作的都是另一个群员，那人是用外国的未实名手机账号在海外 IP 注册和登录的，现在也已经注销了账号。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也没有办法限制导师，只能先立案看看能不能调查。但是系统里我也不是第一个投诉他的人了，所以最好别抱希望。从警局回来的路上，我一直脑袋嗡嗡的，后悔自己在没有办法给对方造成个人威胁的情况下就和他合作。但是很快我冷静下来，这1个月我并不是一无所获，我学到了很多关于 FX 的知识和 FX 平台的交易技巧。只要在一个可靠的交易平台上继续投资的话，区300万很快就能赚回来。虽然不是他们的错，但是事到如今，蓝色平台看着太伤心了。这次我注册了红色平台的 FX 账户。还有那个之前就很在意的高频交易玩法，好歹我也曾经是外资 IT 大手技术部门的 manager， 等我研究出规律，再写个自动交易程序，这简直就是我的摇钱树。慢慢的在交易中，我发现了一个提升抗风险能力的做法。对一次走势，如果我猜不对，是如果我预测对了，那就收下收益；如果预测错了，我只需要下次用同样多钱开双倍的杠杆，这不就把1/2的风险变成1/4了吗？如果再错，那就开4倍杠杆，1/2的无穷级数，那不就是1，等于完全没有风险。FX 交易明明就是毫无风险的战场。就这样我又交易了3个月，有亏有赚，但整体还是赚的。这一招确实有用，不过也有一次小概率事件发生，开6倍杠杆还是亏了。好像日本并不允许开太高的杠杆，所以12倍我就基本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平台投资了。然后又发现了日本的各平台都有很多的限制，之后基本就一直在海外平台开高杠杆了。整体来说这玩意儿也不难，只要涨的时候买，跌的时候卖就行了。我已经完全看懂了走势， FX 简单。整体来说，短时间货币之间的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一天涨跌1%都属于很难得了。即使是非高频交易，波动也大不到哪儿去，其实100倍杠杆也不至于爆仓。虽然我还是谨慎的把投入额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损失的范围之内，但是因为高杠杆交易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有补仓不及时而被平仓的风险，所以我必须经常检查价格的变化。而且外汇这种东西嘛，24小时都在交易，即使是睡觉时也常常突然惊醒，然后看看交易情况。好在看起来我真的还有点才能，这几个月
下来还是有赚200-300万日元的。虽然不能像曾经那样大手大脚的花钱，但要说只是独居生活的话，还是够用的。有些拮据，但也就像是回到了刚毕业时而已。想到不用上班看老板的脸色，就这样过下去似乎也不错。现在最大的不满就只是好想逃税，但又不敢。今天在我面前出现了空前大机缘，日元这2年已经跌了3-4成了，最近也一直在跌。但今天日本银行宣布加息，并且几乎明示了2年之内都会是加息周期。隔壁美国大选看起来川普的气势也很盛，他上台的话肯定会强迫美联储降息的吧。怎么想日元对美元都是被低估了，现在买入一定赚爆。我果断趁着星期五下午市场还没有大规模反应日银的加息，加了50倍杠杆做多日元。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加100倍呢？那这次毕竟投的钱比较多了，而且这波是投资预期，不是投资波动，也不排除蹲跳的可能性，所以只开50倍防止爆仓嘛。我好歹是精英，又不是赌徒。然后一觉醒来，我学到了一个 FX 投资的新知识，原来高杠杆投入又被突然大幅击穿防守线时，有可能爆仓不是最大损失，甚至还要额外还债。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了，虽然也没有亏到要申请个人破产的程度，但也差不多会把所有称得上储蓄的钱都搭进去了，我差不多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吧。但是怎么想这都不合理，日元就应该涨呀，稍微跌一点很正常，不是什么奇怪的变动。只能说这次是我运气不好，果然还是不能就此收手。事到如今，只能靠信用卡提现、银行现金贷什么的快速取钱方式了。没事，我开50倍杠杆，只要这次涨上去就还能翻盘。结果在那之后，日元就跟死狗一样一动不动。不管日银和日本国债的利率如何上涨，日元就一直卡在145到150对1美元的区间。川普果然当选了，果然要求美联储降息，但是美联储不鸟他。还好我曾经积累了很高的信用分，银行和信用卡公司都让我延后还款时间了。我也不敢把 FX 里面的钱取出来，就怕刚取出来日元就开始暴涨。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躺在床上盯着交易盘。当我真正意识到没钱了的时候，已经晚了，水电煤气都停了，只剩下手机还没有停。虽然我已经失去了所有干劲，但是现实无情，没有电我甚至连 FX 平台都登不上去，只能每天去网吧蹭电蹭网，一边充电一边操作，靠无限饮料和免费淋浴苟延残喘。最后还是过去常联系的学姐资助我 cover 了紧急必要的费用，也是她鼓励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入才能图其他的。但是学姐也不想借钱给我，说看我的样子拿到钱肯定还会想着翻盘。我想也确实是这样，虽然我因为过去的信用优秀而可以一直延期还款，但是信用卡提现和银行现金贷这些的利率都太高了，现在即使我把 FX 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也早就不够还债了。如果有钱的话，也确实只能赌一赌翻盘了。这时我想起自己以前还做过关于 Akid 王毅女士的视频，这给了我最后的勇气，从 FX 中稍微分出一部分精力，开始了在家门口的回转寿司店1周30个小时的打工生活。工作是在寿司上面放蒲公英，因为以前我的收入很高，所以现在寿司店给我发工资时也会预扣不少的社保费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样又拖了3个月，日元还是毫无波澜。事到如今，我1个月的打工收入都还不够还半个月的借款利息了。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再次找学姐帮忙。她答应帮我付破产流程的各种费用，之后会介绍一些猎头给我，看看能不能回去继续工作。这次我知道实在是无法拒绝，只能卖掉了所有 FX 的资产，以达到破产的要求。申请破产之后，我拖着脚步走出法院，心想这样是不对的。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人生绝不能在这里轻易的狗带。但是工作找得很不顺利，差一些的公司看到我的简历都认为我会很快离职，好一点的公司我又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这1年的经历，总之一直被拒绝。即使我说谎自己 gap 1年是尝试做视频养活自己，公司也不想要一个试图用副业躺平的人，而且频道也有大半年没有更新过了。在东京这样一个大城市，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以至于打工时恍惚间不知道自己和这些寿司上面的蒲公英谁会先随风而去。我只能越来越放宽对新工作的要求，也不再考虑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了，只要谁能给我提供一个正常的工作就可以。最后天无绝人之路，我竟然又找到了一个外资大手企业的经理工作。这段时间关心我的同学朋友们都很为我开心，我也以庆祝之名邀请他们一起吃顿晚饭表达感谢。虽然现在我也只请得起打工这里的回转寿司了。当朋友们问起我最后去了哪里工作时，我笑着回答，其实已经入职了，公司氛围也很好，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对了，你们听说过安利吗？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啊！我们下期再见。